Hello，金牛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哦。那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呢，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我会建议你以当下的月份或前后推敲一个月都可以，好吗？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我也相信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OK 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在开场的同时呢，会有这个开场讯息提供给12星座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不好 ？OK， 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金牛座的朋友们最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去一些就是户外走走，但是呢，户外走走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很像是洞穴或者是山洞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看到那个画面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去一些海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岩石，然后就会有一个这样很像山洞一样，然后你可以从中间穿过去 OK， 有很多著名的这种海边的景点或者是一些比较沿岸的地区都会有这种类似像岩石，然后中间有一个洞，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在那边拍照啦，什么到此一游之类的就最近呢，你可能会去到有这样子山洞的地方，或有这样隧道的地方或者是有类似像这样场景的地方都有可能因为呢像有一些那是什么林荫大道吗？它也是树这样子有一个 U 型拱状的这个东西，你经常应该在这阵子会遇到你可以注意看一下最近有没有经常经过拱门啦，经过隧道啦，经过这些地方，可能平常你不太常去，或也不经常遇到，但这一阵子会经常遇到、看到或去到那里。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最近金牛座的朋友们会特别喜欢吃一种面包，如果我没有记错，它的名字应该叫佛卡夏。OK 就是一种应该是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它是厚厚的，然后上面呢会有一些香草，然后会像有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子。最近呢，你对于这种佛卡夏的面包或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有稍微它算是有一点点嚼劲那呢这种面包呢也可以去沾一些其他的什么酱料啦，或者是有些人吃早餐会把这个拿来沾鸡蛋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有这种类型有嚼劲的这种面包或者是佛卡夏呢，最近呢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OK 好，那第三个呢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金牛座的朋友们你们最近呢特别适合跟这种我要怎么讲呢？跟这种黑白这两个颜色都可以有一些人你们会刚好最近会穿黑白条纹或黑白格子状的一些服装啦，或者是包包啦，或者是刚好最近会看到这些图案。OK， 或者是呢，比如说你去的一些什么餐厅的装潢跟地板他们可能就用这种黑白相间这种条纹，就很有那种怎么讲，很有那种我忘了那叫几年代的那种艺术感最近你可能会经常看到这样子的颜色或这样的拼贴 OK 所以呢，如果刚好你有一些服装或者是有一些衬衫啦，有一些饰品配件刚好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月份非常适合你的穿搭，好吧 OK 好，那以上报告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啦。首先呢，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叫 Temperance， 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4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哦。 OK 好，这边呢，我稍微再补充一个额外的这个生活小贴士最近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你们要特别注意，有一些人你们会有这种手腕或者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扳机手啦，或者是什么那叫什么常用滑鼠那什么腕隧道症最近你可能这一块区域可能也会特别的酸痛，要自己注意一下。 OK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炫，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行我在看完你的这个能量场之后我觉得蛮有趣的金牛座的朋友们你这个月份应该会跟一个人说清楚讲明白我觉得能量场蛮明显的然后呢
有可能这个人他释出了善意，或他改变了，或他可能知道他自己错了哈，等等之类，因为状况都不同嘛哈。我觉得可能也渐渐让你的这种怒气哈就渐渐消气了，然后呢，你们也会开始能够去思考到底该怎么做对彼此都好。最后其实反而在这个月之后哈，就是要在这个月能量场更之后一点点，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不管是合作关系、感情关系或亲子关系等等这，会恢复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但是呢，为什么我会说是在这个月之后？因为这个月份比较有点像是说，我们去了解彼此的这个状况，然后呢，需要有一点时间去适应、去调整、去沟通、去协调，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呢，哈。来，首先呢，在过去的能量场这边是一个钱币9，这边是一个宝剑骑士，这边是一个钱币7。好，我先跟你讲这2张牌卡好了。这个钱币7加钱币9象征的就是钱币6 ，OK？ 好，那你注意看到这个7到9中间还少一个钱币8，意思就是说呢，这边呢有一个人是不断的在投入的，哈，有一个人比较有点像是讲夸张一点叫坐享其成呐，哈。那这里我会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你们可以套用在你们生活场景，角色可以互换哈。比如说假设好了，就是你跟一个同事哈，你们一起工作 ，OK 哈，那你呢就是一个比较有能力，就像这个钱币9的状态，所以呢，比如说好，我们共同合作这一个案子，哈，几乎大部分都是你在做，那这个同事他负担的可能就是比较少，或者是因为你也把他的份都做完了哈，所以他有点像是比较像坐享其成那种，然后他心情是属于比较怎么讲？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轻松啊，比较愉悦一点点。OK 好，那这边之所以为什么没有一个钱币8呢？象征的其实也是讲说哈，就是你们2个之间呢，并没有去，我这样讲好了，可能第一可能话没有说清楚哈，第二可能权责划分没有划干净哈，那第三有可能是个性使然哈，就是说你是很有责任心的人，那对方就是他为什么跟你一组，就是因为这样子配哈，你们2个才会能够彼此有点像是束缚着彼此这样哈，比如说你可以抓紧他啊，叫他做这个做那个 ，OK 哈，那他可能也会让你看到说有时候很忙，但是可能也要有适时的休息一下，所以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个性使然啊，所以也让你们在这个状况当中呢，去互相了解跟彼此学习要成长的地方。但也正因如此哈，这个钱币9加钱币7象征我刚刚有讲是钱币6，钱币6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状况、这个合作、这一段关系或这个往来我们彼此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你也开心我也满意的状态？ OK， 但是这里是没有的，这个是有点像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钱币6出来，而是说你们这样子的状况，让你们去思考了钱币6，说，到底有没有公平啊？到底你有没有在乎我做多少？那你要不要也付出一点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出现的，而是要这2个碰撞就是这个钱币7加钱币9碰撞了之后，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这个宝剑骑士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可能触发了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的一些心理的想法，所以呢，这个宝剑骑士就把剑拿出来了，就有点像是在质问对方说，你到底有没有要认真做你的工作什么事情都好像我在做一样 ，OK？ 因为你去想这个钱币7加钱币9往下走是钱币6，往上走是钱币10，但是这边因为缺乏了很多因素要素或个性使然，会有一些状况必须要去协调收开，它才能够要么往上走，然后要么往下走，可以找到2个是钱币6跟钱币10都不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呢，金牛座的朋友们，要么是你爆发，要么就是对方爆发，因为我刚刚有讲角色是可以互换的 ，OK？ 所以就会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剑说，那我们现在说清楚讲明白你怎么可以都在那里纳凉好像忙的都是我在忙所以呢，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这边是一个钱币9跟这个圣杯9，然后还有一个圣杯8。OK， 好，来，这个圣杯9加圣杯8象征的是圣杯7 ，OK， 圣杯7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圣杯8即将这叫什么这一踏的这个杯子即将要倒下要破碎之前我们并没有去说清楚讲明白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很确切的说我哪里不爽或者是这个权责为什么没有划分好，或者是为什么我以前这样做你都没有在那边对我叽叽喳喳叫现在你就突然觉得你很不高兴我也有点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认为这边之所以为什么会权杖9跟圣杯9出来，就代表说在现阶段能量场你们2个开始在协调，就是说我有哪些底线我有哪些原则你不可以这样偷懒或者是你不应该叫我做这些不关我的事，应该是要由你负责来的事情这边就是有一点像是在说我们在互相诉说彼此的需求，或者互相彼此去了解我要怎么样在这一段关系或这个合作或这个状态当中，我才能够感受到快乐，或者是感受到满足。所以这个沟通跟持续往来跟这个行动上面的这种冲突呢，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个圣杯8呢，其实象征的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这一件事情或这一个人或这个事或这个关系就此打住了，可能就因为可能东西没有说清楚反而就毁了这一切，这不是你们想要的。OK 好，那我刚刚有讲这边是一个圣杯7，就代表说过去有可能你们在沟通在分配上面太过于模糊了，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就是在这个现阶段能量场用这两个权杖9跟圣杯9的这两个助力去把这些东西模糊的东西去把它划分清楚，去把它搞清楚就对了。 OK， 所以呢来到你的挑战牌卡这边呢是一个 Temperance， 那 Temperance 这边是一个蝴蝶，象征就是蜕变，就是说你们两个要共同努力去把这件事情变成或者是调整成或修复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 Temperance 这边是有2个圣杯的，这2个圣杯其实加上这个圣杯9象征的是圣杯1，加上这2个圣杯象征的是圣杯10，所以呢我才会跟你说，你们两个虽然说气归气，然后不爽归不爽但是是没有搞到什么我们大家东奔西跑，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切八段的那个模样还是没有的。 OK， 所以这里既然有一个圣杯10加圣杯1，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好的或调整过后的适合我们两个彼此的开端。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这个权杖8跟这个宝剑侍者还有这个权杖2，好，我先给你看权杖8加权杖2象征的是权杖10，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终于交手找到一个中心点，就是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这样分配吧，我们以后就这样子按照我们协调过后的去比如说去做吧。所以呢你们这边有4支权杖，这边有4支权杖，代表说你们彼此之间是愿意更加坚定更加稳固的去巩固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或目标或者是这些理想或者一段关系。 OK 好，所以呢你们打算在其中各司其职之后呢，这个宝剑侍者非常有趣的你原本这个宝剑是拿出来的，你有看到吗？现在把宝剑收回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那么生气了啦。 OK 好这个人可能还是讲得通，还是沟通得来，然后呢该改的他还是有改只是时间可能比较慢，因为 Temperance 象征的也是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去磨合跟酝酿。 OK， 但是起码可以让你消消气，因为在目前你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圣杯4，圣杯4的意思说在更后面一点点，超过这个月之后的时间，你们是会有一个开心快乐去灌溉这个圣杯1的这个状态。我刚刚有讲了嘛，这边是有一个圣杯1，就是我们刚刚协调好了，好要怎么样你也满意我也满意，所以在更后面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比较开心快乐，然后可以看到一些成果的这个状况，会在这个月之后更后面一点的时间点。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个宇宙来验证我刚刚要告诉你的内容，我请宇宙验证牌卡来帮我验证一下这个能量场好吗？那如果你是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请注意一下好不好？ OK 我呢不好意思，他们说这一点不是只有一张来这副牌卡呢我跟他合作的方式呢，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方位呢我都会来帮你进行一个解读，好不好？ OK， 等我一下，一张掉地板上，我要帮你拿一下来 OK 好，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在这里呢是有一个世界牌卡45度角，然后这个人脸朝这是代表这个世界即将要完结了，只是他在一个酝酿的阶段，就是说你在过去你们相处的或合作的方式，或者是沟通的方式，或者是比如说这段关系营运的模式是不行的，这个旧有的世界它是必须要能够被关闭，因为它现在差临门一脚。OK 好，那这个人之所以为什么拿宝剑开始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说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这是过去的能量场嘛，这边就是我们开始在沟通协调的地方，所以这边一定是有忍无可忍，不需再忍，所以宝剑就拿出来了。 OK， 那来到这边这个45度角的这个 Hierophant，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呢你们两个要彼此互相提升或彼此互相理解，或者是这一段关系这一个合作或这一个模式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所以 Hierophant 的状况才会在这也是为什么这边会有2个人在这边进行一个协调。OK 好，那来到这里呢，这边是一个圣杯国王的45度角。OK， 圣杯国王的45度角其实很简单啦。OK， 这个圣杯国王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刚刚讲的这个圣杯1，就是你看这个圣杯国王是把手伸出来的。OK， 好吧，那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开心，我要怎么样分担你的工作你才会觉得比较轻松。 OK， 所以这个圣杯国王加上这个 Temperance 的圣杯2，象征的是圣杯3，也就是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圣杯3在这里。 OK 好，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个改变它需要有一点时间，没有那么快，但是你们两个彼此是有意愿的。那在未来这张牌卡是一个圣杯5，是打横的180度。那圣杯5打180度的意思就是象征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把过去不开心不快乐的这个圣杯3抛到过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这2个圣杯2，也就是这个 Temperance 这2个圣杯2。 OK 好，所以呢这个圣杯5加上未来这个圣杯4象征的是圣杯9，也就是你一开始你们两个在沟通协调的这个权杖9跟圣杯9，就是我怎么做你才会开心满意，我怎么做你才会比较轻松，我们大家也可以相处
处得来，然后也不会再吵架，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状况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牌卡的走向是这样子，好吗？金牛座的朋友们 OK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还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给我们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等我一下哈，我帮你把牌捡起来一下。好嘞。这张牌卡呢叫做 Listen with your heart。OK， 好，来，这张牌卡呢是要告诉你哈，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去聆听你内在的声音。但是你注意看哈，这一张牌卡呢，因为如果你不是是老朋友的话，你就会理解我啦哈。我不是一个按照牌阵跟牌意来解牌的人。这张牌卡哈，其实虽然叫做聆听你的心，但是你注意看这两个人哈，你注意看哦，他这边拿着一个这个叫做海螺吗？还是贝壳哈？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呢，放到耳朵呢，其实会有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很奇妙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哦，这两个人在这边合作，就是说你在这个海螺里面呢，你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然后这个人是愿意先把这个东西说，来，你看，我先给你听看看，你看这个东西好有趣哦，好神奇哦 ，OK。然后这个人是很享受的 ，OK。所以呢，这张牌卡其实是要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哈，当一段关系、一个合作，或者是不管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工作模式 ，OK 哈，一定都要你们两个都愿意倾听的状况之下，或愿意分享的状况之下，或者是甚至要掺杂一点点大爱的状况之下 ，OK？ 为什么讲大爱呢？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不自己听就好，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对吧？哈，你们之所以在这边，为什么我刚刚会说你们是没有要分开，没有要切个八段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要能够去理解我知道可能这边我做错了，也有可能这边他不理解我，所以他可能也犯了这个错。所以这个大爱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愿意彼此去聆听自己心中的声音、心中的诉求，还有对方心中的声音跟对方心中的诉求，然后以一个和平、充满爱的方式去听见这些所有的事情。OK 哈，听见这些所有事情的各个面向跟立场之后，你们两个才能够愿意彼此互相继续支持对方，并且愿意跟对方分享，并且愿意跟对方一起协调，共同去改变。那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它才能够来到一个和谐的状况。OK 哈，所以呢，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必须也要能够带着爱去聆听对方的这个说法，而不是说你看到的就是觉得对方这样做就是错，或者是你就是不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状况要去处理的话，相对的就会比较棘手，然后也会比较花费时间。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你不要忘了哈，你这边有一个 temperance，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它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你们之间的交流可能就会变得更长，哈，或者是这个转变它时间就会拉得更长。所以一开始我才会跟你说，你要看到这个结果要在这个月之后。OK， 所以这样子的心态跟这样子的状态，你要先准备好才行哦。哈，金牛座的朋友们 ，OK， 好了，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金牛座这一次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可以帮助到我们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那非常感谢金牛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